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公运人士郑村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持续要带你来关注的是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好，目前内部当然是非常的动荡哦，但是美国这只手要伸进委内瑞拉里头的政治局势有这么容易吗？好，我们先来看到哦，目前这个美国媒体 Politico 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正要求罗德里格斯也就是现在的代理总统如果想要避免与马杜罗面临相同的命运，就要采取几项动作。第一个是打击毒品的流窜，再来是驱逐境内对美国有敌意的伊朗或古巴等他国的特工，还有就是要停止向美国的对手出售石油。好，那近川普的人士也特别讲到说川普的团队认为这个罗德里格斯受到美方的严格控制，而且有信心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布他之后再抛弃他，继续推进美国的目标。好，非常符合美国现实主义的代表，先用他当他棋子之后，再把他抛弃，所以就是一个基乐。好，那现在美国的政局相当的不稳定。好，马查多呢，我们昨天也特别讲到了，被说是伪国女神，她是在去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她也说我要回到国家她是主要反对派她的马查多，她盛赞川普推翻了马杜罗。那也说要尽快的返回祖国，并且已经准备好在自由选举当中获得胜利。好，但是我们看到了临时总统，也就是刚才说到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他目前是跟川普政府希望是跟他合作，然后呢，所以马查多想要的愿望在自由选举当中获得胜利，恐怕会落空好，那目前来看这个川普的动作也让反对派感到非常的忧心跟失望。那当然也加剧了他们国内的不安情绪。那现在有流亡人士认为效忠马杜罗的高官大权在握，所以委内瑞拉要转型相当的困难。他是认为，尽管马杜罗已经遭到罢黜，但是武装部队仍然是效忠这个政权。好，所以要真正改变是还没有降临在委内瑞拉。那目前川普的动作看起来是不打算收手。我们先看他特别是嘲笑了马杜罗。好，那这是他在众议院共和党的议员进行闭门会议的时候，又再度的谈到了美军突袭委内瑞拉、擒拿马杜罗的行动。那他就指控马杜罗是一个暴力分子，而且还嘲笑他试图模仿川普的舞步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讲的。I'd be happy for the country.They've been after this guy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he's a violent guy. He gets up there and he tries to imitate my dance a little bit. But he's a violent guy. And he's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好，可见川普对他的舞步非常引以为傲连这个马杜罗这样子他都觉得学他的舞步，所以我儿子这样也是在学川普的舞步吗？好，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曾参与3号入侵委内瑞拉的美国空军有12架的 F-22的战机已在4号飞离位在波多黎各的美军基地，返回到位于美国基地。好，那但川普似乎也考虑要延后继续在美国境内进行的后续军事行动方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行动，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延后的趋向。好，但是有2个外媒在这个美军要袭击委内瑞拉其实早就已经知道这计划但是有先盖牌不报道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媒体，包含是纽时跟华邮，他们都在事前就得知到了突袭计划，但是为了避免让美军人员陷入险境，所以选择暂时不做报道。好，但是我们看到这2家媒体的回应是不予置评。好，不予置评就是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好，那当然纽约时报的爆料特别就讲说川普是为了在不经国会介入的情况之下来抓捕马杜罗耍了个卑鄙的手段，然后说这是卢比欧的计划就是要先捏造这个新贩毒集团叫做太阳集团，然后呢就宣布马杜罗是太阳集团的头目，并且悬赏5000万美元来捉拿。那美国的军方对国会批评他的行动，但是在正式的判决当中，美国又放弃了太阳集团的说法，承认他
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是一个计划好的局。好，那美国袭击委内瑞拉，法国媒体的《费加洛报》也特别讲说，委内瑞拉握有中国、俄罗斯跟伊朗的武器。五角大厦或许会有兴趣收集这些国家的技术跟资讯。好，那目前美国没有对委内瑞拉现有武器来发表意见。好，但是川普啊，他做这个委内瑞拉袭击行动啊，其实大家就知道嘛，他的意图就在石油。所以目前川普讲得更白了，他说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将把3000到5000万桶的石油移交给他们。那这些石油将以市场的价格出售，所得我来支配齁。他说他已经要求了能源部长要立即来质询。好，那当然川普也说相信美国的石油业就可以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之下，让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务步入正轨。好，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可能是石油公司先出，然后再由美国政府来进行偿付。但是彭博社认为啊，美国要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其实蛮困难的，而且要耗时10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时间。好，那川普也邀请是不是在分蛋糕呢？因为石油巨头否认啊，那2大公司对委内瑞拉其实是有阴影的。我们来看这2大厂牌就说啊，至今尚未跟白宫进行正式的协商，因为他们同时很担心啊，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跟外交政策的支持啊，资金恐怕会再次的化为乌有。好，商人的眼光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代表委内瑞拉里头确实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但是如果川普要他们去，他们能不去吗？好，我们看到了一开始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政局到底能不能扭转？我们先问赖教授。先开个玩笑哈，你这个要把孩子保护好啊。因为他已经模仿了这个川普的一个做法，你小心这个三角洲部队来到台湾，把你的孩子绑架走，希望不要，一定要把他保护好。好的啊，那个另外我讲一个，我觉得美国的军队啊没有进入委内瑞拉，是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就是美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没有进入委内瑞拉，也就是说这个仗可能是不能打，也打不起，因为对于川普来说，他还是会担心。会不会卷入另外一场内战，就像阿富汗战争一样，或者像伊拉克的战争？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的军队进入委内瑞拉，比较不会像阿富汗战争，因为阿富汗战争他们的这些塔利班他们是有高度的意识形态，那比较会接近于这个伊拉克的战争。可是问题是在于，你看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也打了10年，军事行动很顺利，1个月结束。对阿富汗1个月，对伊拉克也是1个月。不管伊拉克有60万大军，1个月摆平。但是问题就是后来的治理就没有办法了。好，所以我觉得川普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打进去这个委内瑞拉，用军队来控制委内瑞拉政府，然后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统治委内瑞拉，那美国的军人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委内瑞拉的民兵组织那些不穿制服的。然后他们在路上就给你变一个冷枪，丢一颗炸弹，这样不断的在袭扰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美国的军队又卷入了一个长期的战争，美国的国力又会大量耗损。川普都知道，所以川普这一次的一个手法就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他只逮捕马杜罗，可是他绑架了马杜罗以后，马杜罗现在进入美国的司法，司法到最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必须要先证明，他的军事行动有没有违法？那事实上是违法，因为美国的很多的法律学的教授都说，你的行动已经违法了。违法的行动，那么可不可以起诉这一位委内瑞拉的国家的总统？这个也在考验美国纽约的这个联邦法院法官他们的政治智慧跟法律智慧了。好，那我们先把马杜罗摆在一边。那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既然你的部队没进去，那你美国的军队能不能常驻在委内瑞拉的外海这个地方驻扎1万多人？驻扎多久？撑不久，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外的军事行动很贵，你一旦航母战斗群开出去以后很贵，那你又不能够派军队过去，你只能够采用威慑的方法来指挥现在的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说你要按照我的意志来行事。我个人认为，在美军没有撤走之前，他们会跟他虚与委蛇。你看马杜罗的
这位副总统他代理总统以后，他宣誓，可是你看他这几天做什么？第一个，对于保护马杜罗而牺牲的这些古巴的这些战士，他们这个哀悼下半旗。第二个，他去大量的搜捕这个在委内瑞拉的这些叛徒，叛徒的意思也就是反对派嘛，然后把情报出卖给美国的这些人，可是最主要还是反对派。好，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军人不进去，反对派也不回去，那他要依靠这个政府来继续统治。那请问一下，美国的石油商他怎么敢进去？美国石油商他会觉得说，如果美军一旦撤走了，然后现在的政府他又有了民意基础，他又翻过来，然后又通过一个法律，然后又把他们的石油商全部都没收，收归国有，然后利润分配给整个人民。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又会打水漂？所以我个人觉得后面的状况，卢比奥只想了一半，怎么把他抓到，后面怎么治理委内瑞拉，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情势远比他们这些政治人物想的还要更复杂。我们问郑老师。是啊，川普他是想得太好了哈。马杜罗在开庭的时候那几句反应，其实连美国的法官都有点措手不及。他就讲说他是战俘啊。你看看刚刚特朗普讲说，他是暴力分子，然后他杀了几百万人，有杀几百万人吗？他信口开河。现在大家都知道，所有美国人指控别人在做的，正是美国人在做的。所有被他指控的，不见得会做。那什么是暴力分子？马杜罗那天出庭，掰着脚，他说他跟他老婆都受伤啊，是美国人暴力执法。更重要，他讲说他是一国元首，按照这个国际外交公约。他有豁免权，凭什么美国人可以拿到那边受所谓的刑事审判？你美国人自己将来如何下得了台？所以这次是赤裸裸的那个暴力强盗土匪，然后就抢着石油啊！那这个石油现在，这个川普上是一个非常坏的生意人啊！他一边抢，然后一边说要接管，一边说那个要让美国的资本家继续经营这个石油。他一边讲说，意思是说，中国你放心啊，因为中国大陆。有将近4%的油是从委内瑞拉进口的，而且它那种特别粘稠的重油，是中国大陆很需要的，长期它就在那边供应。川普怎么讲说？意思是说你放心，我占了之后，我抢了之后，还是会继续卖给你们。可是凭什么呢？因为那个是过去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他们有个贷款，委内瑞拉跟他借款，他用石油来偿还，本来就应该是他的。那你将来怎么样？价格由你喊嘛。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受你控制？所以你看，川普赤裸裸的抢了别人家的资源，还说别人是暴力分子，别人犯罪。全世界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美国这个所谓的世界秩序维持的老大，赤裸裸展现他就是恶霸，他就是流氓。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收获。包括欧洲那些国家，过去心知肚明都遮掩，不敢公开，这次已经遮掩不了了。我认为这是对人类进步史上川普最大的贡献，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赤裸裸这种暴力控制嘛，你刚刚提到说后面能不能完全如他的意，不可能。但是他会怎么样？用更强的暴力去控制。那用更强的暴力要遂行其所愿，就会暴露更多的问题，没有像他想象中好。我认为这个是根本他就为了解决哈波斯坦他的问题，在美国国内要爆了。赶快把火力往外引，这家伙是坏到极点了。好，我觉得川普都有一个问题关税也是他想得很好，但做起来就是没有如他的这个结果所愿哦。舰长怎么看？我们如果把记忆回溯到去年的7月，硫磺岛号的这个远征打击群出发的时候，川普是怎么告诉大家的？说他要去弃毒，然后而且呢，在没有抓到证据就是毒品或者是证人的情况之下，直接把这些小艇击毁，这个就是川普嘴巴上所讲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毒品其实走私最多的不是委内瑞拉，毒品只是它的一个开场的一个起手式而已，它真正眼睛看的也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是储存量是世界第一，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开采跟一般我们想象的比较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只有这么单纯吗？不，委内瑞拉在它的中部接近山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一个湖的一个山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稀土，稀土又出现了。只要川普一讲到稀土，眼睛就亮起来。那这一个有关于石油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开采量是那个德州的3倍。可是如果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德州已经是委内瑞拉的7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这一些炼油厂其实是比较老旧的，而且呢，他们产出来，也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些石油，它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种植的原油，也就是腐蚀性强啊，然后提炼的难度大，但是它可以生产出来的石油的相关的这一些石化产品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个有关于在这一个以前叫做墨西哥湾，现在叫美国湾，其实雪佛龙有6家专门提炼这种种植石油的一个炼结厂，所以雪佛龙现在呢不愿意讲话，但是实际上他是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之前就讲了，我的储油槽都是满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油没办法外送啊。那但是我们这边特别强调一个，只有潮水退了才知道那个谁没穿游泳裤的巴菲特。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在2023年的第3季的时候，他开始持有雪佛龙的股票。我们看到大家觉得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啊，现在讲绿能，你买雪佛龙在干嘛？然后到今年的第3季，我们看他不但持有，而且还增加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巴菲特最厉害的部分，他从来就不讨论股票的高低。他投资的是美国，他早就把美国历任总统通通看穿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啊，也就是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美军的行动，为什么只是这样而已？其实天空新闻它有告诉我们答案啊，就是 Sky News 它有讲到说，其实马杜罗被捕是协议性撤退，所以大家一直认为美国是有所谓的超能力，像超人一样，但是其实不是，是美金的超能力。原来金钱的诱惑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算是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哦，所以现在看到了这个中国跟委内瑞拉之间啊，其实也有不断的在呛瞎美国。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标题啊，是才笑喊习近平大哥就被抓，那 CNN 就说啊，马杜罗的下场哦，震撼北京。好，但是马杜罗在美受审呢，中国大陆外交部也是有相关的批评。我们看到啊，这个毛宁特别讲到说，美方啊无视美国总统马杜罗是国家元首的身份，公然在美国的这个法院起诉，而且进行所谓的审判，那就是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国家主权，而且严重的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自诩国际法官，所以中方啊，他们是讲说一贯的主张就是各国应该尊重他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尤其大国应该来带头。好，那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也有交锋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联合国他们安理会5号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中俄的美国对手与法国的美方盟友都对美军逮捕马杜罗的行动表示反对。好，那这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啊，他说美国啊从未向委内瑞拉宣战，而且引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的说法，强调多次的行动属于执法行动，那目的要在推进已经存在多年的合法起诉。好，但是白宫现在也是有一张这个图片，而且上面写了叫做 FAFO， 好，那个 FAFO， 好说是呛爆马杜罗。
那这4个字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看到这张图啊，是白宫在社群贴出了川普照片。好，那照片上面就写了一个这个粗俗的英文俚语 “fuffle” 哈，这个 “fuffle” 呢就是 F*K 哈 ，around and find out 缩写，意思就是别耍把戏，否则后果自负。好，川普不甩中国啊，羞辱委内瑞拉。是无上限吗？好，那当然这会成为国际的焦点啊。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啊，白宫啊现在是不是尝到甜头了？接下来就会一直有不断类似的行动呢？好，外媒认为说啊，川普跟他的团队其实有在讨论一系列吞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方案，而且包含要动用的就是军事力量。好，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啊，川普已经明确的表示，获得格陵兰岛是美国国安的优先事项。那面对这个威慑美方在北极地区的对手是至关重要。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他只说啦，说川普近期对格陵兰岛的强势表态，主要的意图啊，其实是想从丹麦的手中买下这个岛屿，而不是要动用军事力量来入侵。那白宫强硬的发言，实际上是丹麦在施加压力，希望让丹麦坐上谈判桌。好，那格陵兰的总理这边也是特别有讲啊，美国别再幻想了，格陵兰是我们民主国家，别拿我们跟委内瑞拉相提并论。那丹麦的首相也特别的呼吁说啊，如果美国你真的动手，那么就等于北约也玩完了哈。好，那微博的热搜跟百度热搜啊，特别都针对了英法德意啊等7个欧洲的领导人联合声明分别都是第2名的热搜排行榜。好，那当然这7个领导人在声明当中提到格陵兰岛是属于他们的人民，那有关丹麦跟格陵兰岛的事务，只能由丹麦跟格陵兰岛自行来决定。好，那美国现在针对委内瑞拉的马杜洛已经移交到这个美国这边了。我们也要看到第一岛链这边的反应因为之前第一岛链这边的事情很多嘛，大家也很关注说日本的态度是如何。我们看到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他避免评论川普政府在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那我们看到他说，日本并非直接的当事者，没有立场掌握详细的事实，看起来蛮 Q 的不敢再多讲了。那韩国的外交部则说啊，希望在尊重委内瑞拉国民意愿的前提下恢复民主机制，那透过对话来稳定局势，那也要敦促所有的当事方缓解区域的紧张。那日本的前防相啊，则是有特别讲说啊，其实日本正试图避免因为美国介入了这个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来表他立场。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夹在的就是日本跟美国同盟的承诺，还有国际法治的原则之间。那后者恰恰是日本指责中俄时的常用幌子。所以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他叫做小野4-5点，他就特别讲，美国政府介入委内瑞拉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以武力改变现状。好，如果以后还想借此来指责中国，恐怕是没有人会跟风了。好，日本现在就曾在美国可能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上面保持沉默。好，那以确保自己跟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一岛链的日本目前对于他的好盟友这个美国，尤其是川普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阵以待现在的话都不敢说的太多。好，但问题是目前委内瑞拉的局势确实让整个国际之间像是又再度搅了一个混局一个春水给被搅翻了。好，我们再来问一问赖教授，怎么目前看现在这个美国对于国际的每个地方他都好像想要插手。先看一下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几乎每一天在联合国在国际的场合里面都是猛烈的谴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侵犯，对于一个国家的元首这样的违法的绑架逮捕的这个行动所以他每一次的谴责就会更加的凸显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他们本身虚伪的面目，那也会更让这些美国跟他的盟友在未来两岸之间在处理的时候，尤其是用武力的方法来处理的时候，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没有任何
可以说三道四的空间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看日本不敢讲话的时候，那大家在问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日本凭什么可以有事？也就是说，委内瑞拉还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再强调，委内瑞拉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是具有完整的国家主权的地位，美国都可以去侵犯。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跟中国大陆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跟台湾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都只有承认就有一个中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全世界联合国都主张就一个中国的这个大前提，如果大陆要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你日本人凭什么说三道四？你欧洲人、北约、欧盟、美国，你凭什么说三道四？你们连说三道四的权利跟资格都没有，你还能怎么介入？更何况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台湾的民进党赖清德能不能说话？他应该要说话，跟他不敢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怕得罪美国。那因为怕得罪美国，那你就可以看到，连对自己自身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那未来发生在他身上，他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声音来去支持他。这个就是处于目前现在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对于川普的这个做法，他把他的所有的盟友，也把他的所有的追随他的人，那些崇美亲美，把美国人当老爸爸的这些人，他们本身都处于这个没有办法很难相处，也很难去自圆其说的一个角色。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格陵兰。格陵兰很明显的是川普目前的第二个目标了，不是哥伦比亚。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为什么不是哥伦比亚？因为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内陆，如果要在实施所谓的三角洲的这种特种行动，它进去都有问题，撤出更有问题，而不像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首都离海岸线10公里左右，所以随时进随时出。哥伦比亚做不到，可是格陵兰目前美国的策略，第一个 CIA 渗透、破坏、区别；第二个军事力量压迫；第三个跟你谈判用买的。所以目前来讲，他们会开出一个丹麦所能接受的价钱，把你买下来，那就是跟买阿拉斯加、买路易斯安那州是一样的模式。川普的野心真的很大哦。郑老师怎么看？这一次川普这个行动实在是对这个世界的进步贡献很大。刚刚提到说，哇，他根本不甩中国、俄国然后就无限的羞辱，好像中国也很难堪。我认为这次真正受伤最重的，第一个当然是美国所有的信用、所有的过去累积的资产彻底的破产，赤裸裸就是个土匪强盗，让全世界看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假装仁慈，讲一大堆那道理，什么民主全部破产。第二个，我认为受伤最重的就是他的小弟跟班、裸裸走狗，比如说欧洲这些国家，一路就是他的小弟嘛，像日本这些他的跟班，像台湾这些他的裸裸走狗之类的，多尴尬！现在怎么办呢？不要讲说格陵兰，光他打委内瑞拉完全违反国际法。你看看那个英国那个首相唧唧呜呜的，他用什么？他说：“哎呀，这个委内瑞拉意思说该坏蛋，该打，但是他又不赞成美国破坏国际法，这什么话呢？如果委内瑞拉再怎么样，人家有自己的内政要处理，凭什么你美国插手？他一方面不敢反对美国，说委内瑞拉一副该打，那又说美国人不应该破坏国际法，这就是尴尬嘛？谁被羞辱？那更进一步，欧洲这个是吧？过去谁被打？中东被打，中南美被打，隔岸观火，还在那边当小弟。这一下，乌克兰不要讲，现在弄到格陵兰了，那赤裸裸了，这是欧洲的一部分呢。这些家伙还能够闪避吗？那为什么这样？就是你们过去坏事干多了，附和这个坏蛋，附和这个霸主。那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格陵兰的总理他怎么讲？他说：“川普，你不要幻想要把我们弄下来。”他说：“我们是个民主国家，跟委内瑞拉不一样，还跟委内瑞拉切割。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出来支持委内瑞拉嘛。”他说：“他们比较低级，我们比较高尚。你高尚有什么用？不是照打吗？”因为日本的那个幕员脸更丑陋。他说：“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不是直接当事者，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评论。你靠腰，那台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也不是直接当事者，你不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讲了一大堆，结果呢，委内瑞拉出事，他说：“哎呀，我们日本不是直接当事者，完全就是怎么样，前后矛盾，丑态百出。”我认为这次这些家伙全部也是跟着信用破功，以后不要再跟着附和美国，在那摇旗呐喊，助纣为虐。好，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个发否这张图啊，我们大家不要赋予太多的想法。其实呢，川普是在洗白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推一个发否的这张图，大家记得的都是他口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也就是他用这张图，这其实是有押韵的。大家以后只记得发否，不是他口。其实我们来看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讲的就是国家利益而已，从来也就不是我们所谓的他的什么什么民主啊、自由啊、正义啊，那都是一种说法。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绝对决心被逮捕的马杜罗。那这一位呢？这一位也就是1989年被逮捕的诺瑞加，时隔这么多年，那又重复一次。但是到底有哪些国家在这个联合国说话呢？其实还真的不多啊，大家都表达什么抗议啊什么。我们来看看啊，中国大陆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个临时代办，孙磊大使，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讲了4个严重违反那个主权平等原则，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严重违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严重违反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原则。这4个严重全部都是联合国宪章在内的，绝都不是说拿了一个道德就来绑架美国，不是。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一天联合国没有办法维系下去，大家就知道那个到底问题在哪里，就在美国身上啊。至于格陵兰啊，当然啦，从我的看法，我就觉得，丹麦见好就收就好了，也就是好卖给你，最起码还拿得到钱嘛。为什么？因为川普他不会出兵的，他有狠招，你不卖我是不是？那好，我退出那个北约。我要退出北约，就是什么，在谈判之中创造一个无法解决的局面，然后北约就会逼着你丹麦乖乖的交出来，然后到时候呢，你还没有钱呐、所以我们看到啊，一样是天空新闻啊，他讲到的格陵兰是下一个目标吗？其实川普就是要吞并，所以不要想太多。但是川普现在讲的高大上啊，什么军事理由才不是嘞！再强调一次，也就是稀土啊。我们看到格陵兰周边这里面全部通通都是稀土，以及稀有金属啊，什么都有啊，连铀都有。但是你说这中间白白的是怎么一回事啊？白白的这个是因为是永冻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极端气候了，什么时候溶解不知道，搞不好还有更多矿产。好，所以川普就是他要的，他不择手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刚刚也讲到第一岛链哦，现在局势很复杂，当然跟中国还有日本哦关系非常的密切。那这2个国家哦，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啊，关系真的是啪一路降到了冰点哦。我们看到的是啊，中方现在有一个新的决定，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来出口。好，这是中国大陆商务部公告说，即日开始哦，全面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哦，对日本军事用途还有其相关领域来出口。好，这让日本的外务省有跳脚哦，说向中方表达强烈抗议啊，要求撤回相关的措施。好，那专家分析上面啊，就觉得说啊，现在中国的举动啊，对日本来说啊是一剑封喉，对日本刺死啊，那是碾碎了再军事化的野心。好，那当然这件事情整个中日的关系当然是跟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调说起哦，但目前中方要求高市早苗收回
回相关的言论，日方是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好，所以中方看起来目前一招一招牌的慢慢在出。那他们甚至有消息人士说啊，中方还在研究。我要收紧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的许可审查，那他是有特别讲到说啊，要针对性的收紧这个去年4月4号列管的中重稀土的相关出口许可审查，这也让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稀土概念股应声暴跌了17%。好，那日本也拟定要修订安保3文件呢，那中方则是呼吁国际社会要特别警惕啊，说日本现在加速的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动态，绝不能让他们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好，那这是不是剑指日本呢？因为中国大陆啊突然宣布在今天、明天要进行渤海的军事演习，那特别认为说也对日本来威慑吗？因为中国大陆有4艘万吨级的飞弹驱逐舰啊，同框那将赴黄海来开训。我们来看画面哦，这是央视的军事频道发布了万吨大驱新年开练的影片，说新年伊始哦，海军多艘的舰艇捷兰起航，那要到黄海的某海域展开今年度的首次海上训练。那昌南舰、无锡舰、拉萨舰、鞍山舰，看4艘万吨大驱震撼同框哦，这项讯息也被视为是对北京再度对日本进行所谓的威慑。好，那除了中日关系啊，对照的就是中韩关系哦。哇，李在明啊，这平衡外交做得相当好啊。他结束了北京行之后，现在到了上海，那参访的就是韩国政府的就职。好，这跟过去的这个311运动有关。好，那他为了本次的大陆行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好，那他也会晤了这个上海市的委书记啊，希望两国能够消除仇恨跟厌中的情绪。好，您看到这个陈吉宁特别说，中韩是分不开的近邻伙伴。好，那李在明特别用中韩双语来进行这个发文，那也特别讲分不开的合作伙伴哦。好，那我们也看到他说哦，顺应时代的潮流，现在推动韩中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必然。好，那 BBC 哦特别也强调说，李在明的此行目的哦，就是在寻求中方的承诺。那在区域局势紧张之际哦，北京当局不会将贸易武器化，那也要确保的是稀土的供应稳定。好，所以我们拿这2个国家日本跟韩国来做对比，你就可以看到中方目前跟这2个国家差别是相当大的。好，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目前中日韩这3方的局势。韩国跟日本的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刚刚当选没有多久啊，所以我们来看他们2个人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做派高市早苗他的做法是一上来就去挑衅中国大陆，不到2个礼拜所以他是10月上来的，11月7号就去挑衅中国大陆了，直接去刺大陆的软肋。那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得到了日本右翼的大力的支持，也得到日本的年轻人大力的支持，所以他的民调支持度最高还高达到72%。那右翼的民调说，高达到80几，现在平均大概在65左右65还是很高以目前的世界各国的民调来讲，你能够突破60%以上都是很高的。所以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维持这么的高，那维持这么的高，对他来讲就形成了2面刃了。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把他所说出去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句话收回来，因为如果他一旦收回来，那他的右翼跟他的年轻人对他就会有很多的意见了，甚至会抛弃他。所以他很有可能会面对党内跟这个年轻人的背叛，或是放弃，然后往下走，也可能下台一鞠躬。可是他如果不收回，他本身的问题就越来越大了。而这个问题不再只是高市早苗个人的问题，也不再只是自民党的问题，是整个日本的问题了。那这个对日本的现在跟未来的影响那就很大了。所以等于是国家利益跟个人的利益你要做取舍。那很明显的，高市早苗选择的是个人利益，选择的是日本自民党的一党的利益。可是日本自民党没有因为这样而他的民调支持度往上攀升，他还是在3-4成左右的支持度，所以他的党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激进的举动而被带动，因为他的党的贪污腐败依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深根蒂固，而且毫无解决。为什么？因为
本来大家期待他上来了以后解决他们的政治现金的贪污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任何解决。而且日本的自民党的贪污腐败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解决的情形下，没有改善的情形下，那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自民党的支持度没有往上拉高，所以唯一拉高的就是他个人，他的支持度，因为他得到的是年轻人的支持度啊，这个2-3成的支持度，这个对他来讲是很有补充的啊，很有营养素的。可是问题是，他现在的策略的走法是他越走越偏了。为什么？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国大陆说你应该把它收回，那他不但不收回，他变本加厉了。现在是他要修改使用核武的问题了，也就是我要不就是生产，要不就是发展，要不就制造，要不就是引进。那这样的情形又不但激怒了中国大陆，也激怒了俄罗斯、朝鲜等相关的国家，也让美国开始感觉到有点紧张了。也就是你要发展核武，那这个事态可能已经不是轻松的了。所以川普就是说，我可以来保护你啊，你不一定要有啊。那现在看起来，他就变成三反一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结果他再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什么呢？我的国防武器我要卖，他要往外卖。哇，这一卖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那你要在国际间跟我竞争我的武器装备，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对美国的军火商来看的话，他就会看你要跟我竞争哪一些装备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是越往军国主义走的时候，你看到的很明白的，大陆忍到今天2个月了，就是刚好第2个月1月6号这个一出手，就是不只是稀土，其实是所有的军民两用的物项全部包括在内，生物科技、航太、航空、通讯、半导体，包括稀土在内，全部都含在内，只是跟着这个高市早苗日本的反应，然后要不要不断的扩大，要不要不断的拉高，我觉得这个仗还有的看呢。好，郑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态势？东北亚这2个国家，南韩跟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而有时候非常的充满戏剧性。是前个阶段，现在已经被关起来这个尹锡悦，一面倒向美国。那个时候日本反而是石破茂，比较谨慎，不会那么一面倒，而且希望跟中国逐渐改善关系。可惜他就待不久。现在高市早苗取代了石破茂，一面变成是日本倒向美国，而且跟中国彻底为这个敌对，那个是言辞之尖锐。结果韩国换了一个李在明上来，刚好相反，现在变成韩国的李在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希望能够改善。他这次不要讲说在北京啦，在上海一路，他这个包括他很会外交。他提到过去那个，他到上海参观以前，因为韩国早年在日本这个抗日的时候有很多志士，而且跟中国当时关系积极合作，联合抗日的。他还提到当时他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烈士叫做金九，金九是刺杀那个日本的白川义则的。你看李在明非常有意的把历史文化提供出来，他还拿了一支去年11月习近平送给他的小米手机，然后4个人还拍照。你看这个动作多细腻，多会搞。结果高市早苗干什么？他去参拜义士神宫，就拿着他这个师父安倍晋三的神像这个照片，说我们一起来了，还在强调这个刚刚赖老师提到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想法，2个刚好是南辕北辙。那现在问题是，到底将来利益会怎么样？好啊，这次委内瑞拉这个，你觉得高市早苗会很高兴吗？随时出手就出手，随时说卖就卖，是吧？那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那么好惹的吗？除了前个阶段，包括说一直在军演之外，他中国大陆商务部2026年的第1号公告就是专门针对日本的，进了很多东西。他进的里面我看那个具体的内容所有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途的，全部都禁止。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以前就是非常军国主义，他的很多什么30这些都很厉害，战败之后他就把这些都潜藏到民间。事实上为什么这次军用民用全部禁？因为日本的很多这个军事的这个设施都是藏在民间，中国大陆这一下不管
不是只有针对你军的。刚刚讲的，所有有助于你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包括中弹院务全进，那稀土当然不在话下。这就是下重手，好好给你一个教训。我们接下来问舰长。然后我们看到啊，中国大陆它所释出的各种的影片啊，我们要来参透它背后代表的意涵是什么。那例如说，我们看到这4艘啊055万吨大驱，从南昌、无锡、鞍山以及到拉萨舰啊，那这4艘大家知道吗？这是北部战区的所有055，那你觉得这样子很稀奇吗？北部战区也就是4艘，全部都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这样还真的蛮稀奇的。为什么蛮稀奇呢？因为南昌舰它在2020年成军，拉萨舰在2021年成军，鞍山也在2021年成军，无锡在2022年成军。我们一般海军的舰艇大概3到5年要进行大修，他们为什么没大修？他们到底装备的维持周期是多久？这个才是我们作为军事研究要想清楚的一件事情啊。那而且呢，我们讲到成军最久的南昌舰，我们一天到晚看到它在跑啊。那而且呢，它前年还得了一个10代楷模，所以其实这个维修的周期也就代表它实际战力的发挥啊。那我们讲到有关于对日本的，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这一个两用物资的那个出口啊，什么东西不是两用啊？我们刚刚吃这么好吃的鸡给军人吃，是不是也算啊？那也就是呢，几乎他只要认定的，通通都算。更不要讲说中国大陆的新质生产力，就是有关于锂电池、太阳能板以及电动车的部分。电动车当然日本自己有，可是我们其他讲的2项，也就是锂电池跟太阳能板的部分，你日本有自己产吗？可能有，可是你可以单独的提供自己的国内使用吗？可以啊，贵个要死而已。所以我们这样讲哦，从这一点来看，当你让中国大陆啊缓一口气准备好的时候啊，那就求锤得锤了。那现在高市早苗呢，他无论做什么样的举措都不如收回的好。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提升相关附带条件，也就是你把言论收回就好。所以我们讲到啊，刚刚郑老师讲到说，就是日韩来比一比啊。那我们讲到说，这一次李在明访问中国大陆，时隔9年，那之前那9年没有来参加，我们看到的那没有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的都是日本的这个企业高管团啊，络绎于中日之间走来走去，可是今年走不动了。今年反而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带着什么三星、SK、LG、现代的这些高管，直接他那个甚至啊，他们都很怀疑啊，他的总统专机里头可以塞这么多集团的内部的人吗？